香槟乌龙茶等于东方美人茶，喝的香水，解析与香水调香三大共同点，比香槟更讲缘分，由当年气候情绪决定，节庆限定，调酒派对。香槟乌龙茶很美的名字，对吧？也很应景这个开派对的季节。在深入聊聊香槟乌龙茶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香槟乌龙茶是什么。毕竟香槟是个名词吗？还是个专有名词呢？香槟其实就是产自法国香槟区，并依照当地规范酿造出来的起泡酒。只有在这个区域用指定品种，采用传统瓶中二次发酵法做出来的气泡酒，才能叫做香槟。但显然，香槟乌龙茶来说，是把香槟当作形容词了。那么，怎样的品种、做法或是什么规范，才能被形容为香槟乌龙茶呢？在西方，香槟乌龙茶这个名称最常指的就是台湾特有的东方美人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也是许多茶爱好者容易混淆的地方。让我们来详细解开这个东西方的美丽误会。西方语境下的香槟乌龙茶等于东方美人茶，并非比喻或行销术语，而是一个历史悠久、广被接受的别称。为什么东方美人茶被称为香槟乌龙？一、历史渊源与出口背景。东方美人茶正式名称为白毫乌龙，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外销到欧洲，尤其是英国。其独特的琥珀色茶汤、醇厚的熟果蜜香、像熟透的芒果、荔枝，以及顺滑饱满的口感，对当时的欧洲品饮者来说极为新奇高级。为了让西方客户容易理解并提升其价值，茶商将其与顶级饮品香槟进行类比，强调其奢华、清典、独特的形象。这个名字从此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二、风味与感官的相似性。香气，东方美人的标志性熟果蜜香浓郁奔放，开杯即令人愉悦，如同香槟开瓶时洋溢的庆祝气氛。口感，优质的东方美人茶，汤感醇厚、圆润、细致，带有迷人的香韵。这种饱满的口感、质地，被认为与优质香槟的酒体和绵密气泡感有相似的高级感。色泽，其红褐亮丽的茶汤色也近似某些香槟的色泽。既然有这样美丽的历史渊源，当然得要好好的保存并发挥光大。而我们乌龙小百科频道也做了几支完整介绍东方美人白毫乌龙的影片，可以再去瞧瞧哦。喝的香水，解析与香水调香三大共同点。这影片我们再用不同的角度一起来聊聊香槟乌龙茶、东方美人茶、白毫乌龙茶、碰红得，是一个你听到绝对会觉得真的假的的神秘小知识。那就是香槟乌龙其实就是喝的香水，对，跟你每天喷在脖子上，会让路人多看你两眼的那种香水是同一个逻辑。今天我就来用三大调香关键告诉你，为什么香槟乌龙根本可以叫做一体香水。第一点，香槟乌龙也有前中后味。
完全跟香水一样。你以为茶只有一个味道？ No No No， 香槟乌龙的香气层次跟香水一样，是会展开的。前味，入口瞬间的清香，像刚喷完香水的那一秒，清新利落。香槟乌龙的前味通常是花香加蜜香加清爽果香，很像在嘴里开了一个小型花店。中味，在口中浮出的甜感，这是香槟乌龙最迷人的地方。你会以为是在喝茶，但又觉得这个甜味怎么这么天然？小叶绿蝉咬过的茶精本来就会转成这种蜜香甜，跟香水的中味有点像，是主角登场的瞬间。后味，吞下去后回来的蜜韵加滑顺感。有些饮料喝完是空的，但香槟乌龙不会，它会给你一个还在耶的尾韵，就像你喷香水出门，回家脱外套还闻得到一点高级香味，这就是后味的力量。所以香槟乌龙喝起来像香水，不是形容，是事实。第二点，香槟乌龙的香气是自然调和，像香水调香师，但调香师是大自然。香水背后有调香师把不同香材拼一起，但香槟乌龙更猛，它的调香师是茶树、小叶绿蝉、太阳、山峰、温茶。光看阵容就知道很夸张。香槟乌龙最迷人的香气其实是这样的：一、小叶绿蝉咬茶精；二、茶树吓到，哦不，我要自我防御；三、于是生成一种带蜜香的物质；四、人类采来制成茶；五、于是变成会自己调香自带蜜香的乌龙茶。你喝的那杯香槟乌龙其实是大自然的调香师共同创作的香气作品。你想想，这种味道还能量产吗？完全不行，因为你不能要求小绿叶蝉，你今天可不可以多摇一点？我这边要交货，它才不会理你呢。所以香槟乌龙茶的香气是可遇不可求的香水级味道。第三点，香槟乌龙的香气也是层次，越喝越香，就像高级香水越带越顺。有没有喷过那种香水？刚开始闻觉得普通，但是过了半小时，整个香到飞天。香槟乌龙也是这样，第一泡清亮花香为主，像香水刚喷出来的奔放；第二泡甜味加深，蜜香浮出，像香水开始与你的体温融合；第三泡到第五泡，你开始觉得怎么越喝越好喝，就像香水在皮肤上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柔和，越喝越顺，越喝越香，越喝越放不下。这不是饮料的风格，这是香水的魅力。所以说香槟乌龙就是喝的香水，没错。如果你平常喜欢香水，喜欢香味，喜欢浪漫的味觉体验，那香槟乌龙你一定会爱上，因为它有前中后味，有大自然自带调香，有层次越喝越香的特性。只能说喷香水是让别人注意你，喝香槟乌龙是让你自己觉得生活变高级。
比香槟更讲缘分，由当年气候情绪决定。虽然把香槟乌龙捧得跟精品一样，可是它不好得到啊，真是限量的呀。这不是故意说的哦，为了营造限量是残酷的饥饿行销，它是比气象台更看天吃饭的饮品。你以为香槟很挑葡萄？你错了，香槟乌龙比香槟还讲缘分，它完全看当年的气候情绪，心情好不好。没错，就是情绪。今年阳光很温柔，香槟乌龙就仙气爆棚；今年太阳暴躁，香味马上偏掉。我就用3个超简单、超好懂的方式，带你认识为什么香槟乌龙是喝起来最看缘分的乌龙茶。第一点，香槟乌龙是靠小绿叶蝉心情好咬出来的，不咬就没香气。很多人以为香槟乌龙的味道是茶农调出来的，错，大错特错。它的关键是小绿叶蝉。这个小虫子可不是一般的虫子，它是茶界的天然调香师。但问题来了，小绿叶蝉到底要不要咬茶叶，完全看它心情。如果今年气候温暖干爽，它心情好，活动力佳，它会努力的去咬茶茎。茶树被咬后产生的防御反应就会转成花香、蜜香、果香，这就是香槟乌龙的灵魂。但如果今年雨太多，小绿叶蝉懒得出门，跟人类一样，那茶就会变得比较普通。所以香槟乌龙最重要的香气来源其实是今年气候是否让小绿叶蝉愿意上班，是不是比香槟还看天吃饭啊？第二点，日照、温差、湿度等于大自然的调香公式，每年都不同。香槟的香气靠葡萄风味与酵母变化，但香槟乌龙更玄，它有时候香的像蜜桃，有时候像蜂蜜，有时候又带一点白花香，原因只有一个，每一年大自然调的香都不一样。这3个因素尤其关键：一、日照等于香气的亮度。今年太阳刚刚好，茶多酚堆得漂亮，香气亮得像灯泡。今年太阳过激，茶茎晒到焦躁，香气就偏硬。2、温差等于回甘的层次。山上温差越大，香气越细致，层次越多。像是白天小公主，晚上温柔御姐，茶也讲双重人格。3、湿度等于花香能不能撑住，太湿香气散掉收不住，太干茶茎紧张香气不平衡。所以好的香槟乌龙都是湿度刚刚好的那个年份，真的是每一年的气候情绪都写在茶里了。第3点，香槟乌龙是天选饮品，遇到命定年份才会惊为天人。相信大家都有穿过那种一穿上就觉得哇哦，今天状态超好的衣服。香槟乌龙也有这种年份，茶农甚至会说今年的茶很乖，很香，很好喝啊，去年那批天气闹情绪啦。你看，连茶农都承认香槟乌龙很看缘分，而且遇到命定年份时，香气会呈现蜜香超集中，花香自然不做作，果香清爽甜，入口浓，
尾韵长的离谱。这种年份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就像你突然遇到一个完美对象，不用奔跑也不用追，他自己走进你生命里的那种感觉。香槟乌龙的年份差异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你喝一口就知道，今年大自然心情很好。香槟靠葡萄，香槟乌龙靠天气和缘分。香槟喝年份，香槟乌龙则是喝那一年大自然的情绪。小叶绿蝉愿不愿意上班？茶树今年有没有好心情？所以每一杯香槟乌龙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靠技术，是靠天气，靠大自然，靠缘分。如果你还没有喝过香槟乌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大自然当年心情的味道。喝一口你就会懂，原来饮料也能这么有生命力啊！节庆限定调酒派对，还在想跨年派对要怎么喝吗？香槟太普通，啤酒太无聊。告诉你，今年最潮的喝法在这里，用我们台湾的香槟乌龙东方美人茶，调出让你朋友惊呼这是什么魔法的派对特饮。第一杯东方美人气泡庆典，超简单3步走。第一步，冷泡东方美人茶，记得用冷水泡6小时，那个蜜香会更清澈。第二步，倒入杯子一半，加入1片柠檬。第三步，补上气泡水。噔噔，你看这个颜色，琥珀色，气泡往上冒，是不是美炸了？哇，那个蜜香变成轻盈的花果气泡感，完全不输香槟，但茶香余韵更长。无酒精版本，小朋友、开车的人都能喝。第二杯给大人的白毫夜色微醺版，来点厉害的，30ml 琴酒，它的草本香气跟茶超搭。45ml 浓泡东方美人茶，放凉的。15ml 蜂蜜水，呼应茶的蜜香。Shake it， 要到杯子起霜。这杯厉害了，琴酒的杜松子香气跟茶的熟果香在嘴里开启派对。而且你知道吗？东方美人茶的温润感让茶变得好顺口，不小心就会多喝2杯哦。最后压轴，迎新水果茶酒 punch， 一锅搞定全场。这是我私房派对救星。1. 找一壶浓浓的东方美人茶放凉。2. 找个美美的大碗，放入苹果、柳橙、莓果。3. 倒入茶汤，加入半瓶白葡萄酒，不用倒很贵的。4. 秘密武器，加一点接骨木花糖浆，香气会飞甜。这个组合，水果甜、茶香、酒韵全部融合在一起，而且颜色超喜气。一锅成本可能500元，喝起来像5000元的高级感。所以啦，今年派对不用再买现成的酒了，一包东方美人茶可以变出3种让全场惊艳的饮品，从无酒精到微醺都有。你朋友一定会问，这什么茶怎么这么香？你可以帅气回答，这是我们台湾的香槟东方美人。动手做看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创意配方。记得订阅乌龙小百科，让我们一起喝茶聊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干杯！